这些年，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能源6座 SUV， 它们有的智能，有的居家，有的实用，有的豪华，但就是没有一辆驾驶者之6座 SUV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只可能是这辆车。特斯拉 Model Y L 顾名思义，在 Model Y 的基础上进行了加长，轴距甚至超越了 Model X， 后轮宽度加大了2号，同时价格也比同等性能的 Model Y 贵了2万6。新一代 Model Y 的造型我一直是持保留意见的，车尾很好看，很有创意，特别是这个尾灯在晚上慢反射特别漂亮。但车头就有点难评了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小鹏出的车。话说 Model Y 如果放在小鹏那边，定位应该介于 G7 和 G9 之间吧。Model Y L 的内饰还是特斯拉一贯的极简风格，屏幕分辨率升级到了 2.5K， 换挡图标更加清晰。新一代 Model 3消失的转向拨杆在 Model Y 上得到了保留，但手感很单薄，只有一个档位，而且只能用来打转向灯，感觉像是汽配城自己改的。说到改装啊，不知道大家换下来的旧改件都怎么处理呢？我一般是直接当废品卖的。对于一款5改6的车型，2、3排的乘坐空间自然不能抱太高期待。前排坐2个1.8米，第3排只能勉强塞1个1.8米，在主流6座 SUV 中只能倒着数。你别看它空间不大呀，坐着也不大舒服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这么小板凳的第3排了。第2排也比5座的 Model Y 要差一些，座椅又低又平又硬。进第3排还有一个像 L8、L9 一样的台阶。那像这样的座椅，你坐久了，难免就会腰酸背痛、肩颈不适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下车活动活动。虽然2、3排看着有些简陋，但配置其实不低。2排座椅有通风加热，还有电动升降的扶手；3排也有座椅加热，但3排想要使用这个功能，要么使用语音控制，嗨，特斯拉，打开座椅加热，要么服食一枚恶魔果实。虽然乘坐体验平平无奇，但 Model Y L 的装载能力可圈可点。打开尾门，你可以获得一辆敞篷车；打开盖板，你可以塞进一辆平衡车；打开前备箱，你能获得一辆7座车。叔叔，单薄的座椅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兼顾折叠功能，2、3排座椅都可以电动放倒，电机速度很快，就是动作有点怪。放倒后能获得一个水平但坑坑洼洼的装载面。搬家很好用，但如果想要躺在车里的话，大家也看到肯定是不大舒服的，需要一些配件来填坑。刚好最近天气转凉，大家在车里休息最好准备一条被子。我这边推荐你爱买哪个买哪个。这样的空间实用性在6座车中不算优秀，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它的驾驶感受像不像之前的特斯拉那么优秀。Model Y L 搭载双电机462马力，官方零百4.5秒，实测4.6秒。电门还是那么特斯拉，慢踩细腻绵密，跟脚可控；快踩响应迅疾，每一脚都能把人踹进座椅的怀中。哇，这动力响应在同价位可以说是 Only Tesla can do。它的刹车脚感还是那么特斯拉，力度偏重，但扎实线性。即使没有舒适刹停的开关，也很容易舒适刹停。而且新一代 Model Y 终于加入了 CRBS， 回收幅度可以跟着刹车力度变化。但还是那个问题，它的能量回收不能关，松开电门必须回收。这个我们之前吐槽过很多次了，这次再补充一点，哪怕调成柔和模式，它的减速度还是挺明显的。但这个时候，哪怕全部松开电门，它的刹车灯是不亮的。一放。没有刹车灯，所以跟车跟在特斯拉后面就很难受，一不留神你就追上去了。哎呀，撞上了，撞上了！你得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车距。它的转向还是那么特斯拉，中间位足够稳定，中段足够灵敏，响应迅速，指哪打哪。非要挑的话，就是转弯半径大了点，能感觉到是 Model Y 的加长。
至于底盘，搭载了5座 Model Y 所没有的自适应连续可调减震，我们也对它抱以很高的预期。但实际表现有点难评，开在路上会感觉它的路感很丰富，路面的各种颗粒跟坑洼都会传递到我的方向盘跟座椅上。如果坑洼大一点的话，还会有一些余震和共振的声音。即使把模式调到后排舒适，把胎压从推荐的2.9降到2.6，也没有明显的改善。原本我觉得吧，如果是一个纯运动取向的底盘，那在舒适性上面有一些牺牲也可以理解，但是它在面对起伏路面的表现，就让我有些难以理解。那种连续的小起伏，车身也会跟着前后左右晃动。非直坡它的前后一致性一般会飞得前仰后合的，那非斜坡呢更是不大好看。这还是平衡模式，如果调成后排舒适模式飞坡，后排会更不舒适。总的来说，这车在面对细碎高频的震动，该软的时候它太硬；面对低频的大起伏，该硬的时候它又软了。这就导致这辆车在平坦的路面上加减速、变道穿插非常的灵活，但路面情况一旦变得复杂起来，它就没有办法给人足够的稳定感。过弯的时候压到一个坑，整辆车都会晃一下，所以我感觉挺奇怪的。我之前开过的新3、老3、新外、老外都不这样。其实这底盘吧，说实话不算很差，但作为一辆特斯拉，我只能说不及预期。虽然底盘表现不及预期，但 Model Y L 的电耗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，得益于6座车中堪称极致轻量化的车重，小额上下班的表显电耗只有100公里11到12度。如果它是一辆小鹏 G6， 这个电耗正常，但它是个6座 SUV， 这个电耗就相当夸张了。虽然它耗电慢，但充电也不快，在常用的华为超充桩上，最高只能达到163千瓦，电量从20%充到80%，耗时33分钟，同级中下水平。实测60巡航车内噪音55.5分贝，80巡航59.9分贝，同级一般水平。但高素质的音响弥补了这一部分。但录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特斯拉想要用 U 盘听无损音乐很麻烦，要去动车主的行车记录，就只能听在线音乐。但是这车它又没有买高级流量包。说到流量啊，不知道大家平时流量够不够用呢？我最近发现，如果流量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连 WiFi。
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华年从此停顿。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华年从此停顿。好，总结一下，30万左右的6座纯电 SUV 可选的其实不是很多，问界 M7、理想 i8、乐道，然后90，而 Model YL 的画风明显跟其他车都不大一样，它确实是6座 SUV 里面操控最灵活、最有运动感的。然后电耗非常优秀，音响也很好。但首先，6座 SUV 做这么运动的意义有待商榷。其次，你说它好开吧，它没完全好开，底盘有点拉了。你说它好坐吧，那是一点都不好坐。它要是能像 Model 3P 一样好开到让我忽视掉其他所有的缺点也就罢了，但现在总觉得差了口气。这期节目算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，把节奏加快，只讲重点，这样可以稍微提高一下更新的频率，也可以把更多车型的体验分享给大家。今后那些不那么全新、没有太多节目效果的车，我们会考虑用这种形式来拍摄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那咱们下期再见。